从庄子列御寇，探寻识人与做人的智慧。您是否曾被他人的表象所迷惑，在人际交往中吃过亏？今天咱们就从庄子列御寇里探寻一些超实用的识人与做人的智慧。开篇，孔子就发出感慨：人心显于山川，难于知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自然天象尚有规律可循，可人心却藏得极深，难以看透。有的人外表忠厚老实，内心却骄傲自满；有的人看似德高望重，实则心术不正。不仅如此，有些人追求仁义时热情似火，可一旦面临考验，就会迅速抛弃仁义。面对这样复杂的人性，该如何识别身边的人呢？孔子给出了九征法：派到远处考察忠诚，留在近处考察恭敬，委以繁难考察能力，突然提问考察智慧，限期完成考察信用，托付钱财考察仁德，告知危难考察气节，灌醉饮酒考察仪态，男女杂处考察操守。经过这9种考察，一个人的品性就会原形毕露。虽说生活中我们很难用这9种方法去考察他人，但通过察言观色也能略知一二。像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人往往缺乏公德心，喜欢巴结领导的人得失心通常很重。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兵谏里也分享过类似的识人方法，提醒我们要远离那些不可深交的人。除了识人，庄子列御寇还教我们如何做人。书中讲述了宋国士大夫郑考父的故事。他每次得到晋升姿态就愈发谦卑，第一次被任命为士，便弓着背以示尊敬；升任大夫后，鞠躬角度更大，等到位居公卿，甚至俯下身子贴着墙根走路。庄子借这个故事告诫我们，身份越高，姿态越要低。现实中很多人一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，甚至对他人颐指气使。网上有篇爆款文章就提到，越没本事的人脾气越大，而本事越大的人往往越儒雅低调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也表达过类似观点：有道之人有自知之明，不自我炫耀，有自爱之心，却不彰显高贵。可生活中不少人热衷于在朋友圈炫富晒优越，试图从他人的羡慕中获取自信，殊不知这恰恰暴露了内心的空虚。庄子列御寇中的这些智慧跨越千年依旧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发。识人靠阅历与眼光，做人则需提升修养。希望大家都能运用这些智慧，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保持清醒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收获精彩的人生。当我们把庄子列御寇里识人与做人的智慧放在不同场景下审视，会发现其价值远超想象，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指引。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学会识人，能让我们更好地组建团队，实现事业目标。面试新员工时，借鉴孔子9征法的思路，设计针对性的问题与任务，便能初步了解候选人的能力与品德。比如布置一个紧急的项目任务，观察对方应对压力的表现和完成任务的效率，以此考察其责任感与执行力。在与同事相处时，留意那些表面热情却在关键时刻推诿责任的人，避免因轻信而影响工作进展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以郑考父为榜样，保持谦逊的态度，即便取得突出业绩，也不居功自傲，而是将功劳归于团队。这样不仅能赢得同事的尊重，还能营造良好的职场氛围，助力个人职业发展。在亲密关系里，识人与做人的智慧同样重要。选择伴侣时，不能只被对方的外表和甜言蜜语迷惑，而要通过相处观察其在面对困难利益冲突时的表现。一个在小事上斤斤计较、缺乏担当的人，很难在婚姻中与你携手共度风雨。而作为伴侣，我们也要提升自身修养，尊重对方的想法和感受，不把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带回家，避免因一时冲动伤害彼此感情。不仅如此，在社区和公共生活中，这些智慧能促进邻里和谐，推动社会进步。面对社区事务，那些主动承担责任、默默奉献的人，值得我们信任与支持；而那些只说不做、爱占便宜的人，则需保持警惕。我们自身也要积极参与社区建设，以谦逊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人，为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贡献力量。庄子列御寇的智慧不仅是历史的馈赠，更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。它提醒我们在识人的道路上不断积累经验，练就一双慧眼，在做人的过程中时刻保持谦逊，提升道德修养。当我们将这些智慧融入生活的点滴，就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人际关系，让生活充满阳光，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添砖加瓦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践行这些古老而珍贵的智慧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美好篇章。从教育的角度来看，
庄子列御寇中识人与做人的智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。对于家长而言，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，需要学会识别孩子的特点和潜力，不能仅仅以成绩来评判孩子的优劣，而要观察他们在面对挫折时的态度，与同伴相处时的表现，对兴趣爱好的投入程度等。有些孩子可能成绩并不突出，但却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善于创新的思维；而有些孩子虽然表面上乖巧听话，却可能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家长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，才能因材施教，给予他们最适合的教育和引导。同时，家长自身也要以身作则，像郑考夫那样保持谦逊，不因为自己的成就而在孩子面前摆架子，而是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与孩子交流，为孩子树立良好的做人榜样。在学校教育中，教师同样需要具备识人的能力。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学习风格，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不足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来满足他们的需求。对于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，教师不能轻易的给他们贴上不努力或不聪明的标签，而要深入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，给予鼓励和支持。同时，教师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，教导他们如何做人。通过讲述历史故事、名人传记等方式，让学生明白谦逊、正直、善良等品质的重要性，引导他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，也能成为有道德、有责任感的人。再从更宏观的文化传承角度来说，庄子列御寇中的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，各种文化相互交融，我们更应该珍视这些古老的智慧，并将其传承下去。通过教育、文化活动等多种方式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这些智慧，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。这样不仅能够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，还能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。庄子列御寇所蕴含的识人与做人的智慧，就像一座宝藏，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挖掘不尽的价值。无论是职场、亲密关系、社区生活、教育，还是文化传承，这些智慧都能为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。让我们不断深入学习和领悟这些智慧，将其融入到我们的生命旅程，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、更加有意义，也让我们的社会因为这些智慧的传承和发扬而变得更加美好。不妨从跨学科与多元场景应用出发，深入剖析智慧价值，借具体案例与未来展望，收束全文。在新兴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协同场景下，庄子列御寇的智慧更是搭建家校共育桥梁的关键指引。家长和教师通过定期沟通，共享对孩子的观察，例如家长反馈孩子在家庭劳动中展现的责任感，教师分享孩子课堂讨论时迸发的独特见解，双方借此全面认识孩子，调整教育策略。与此同时，双方共同以谦逊正直的形象为孩子营造一致的成长环境。线上教育的兴起同样为古老智慧带来新的应用契机。教育平台可借助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，精准识别其学习风格与潜在需求。如平台发现部分学生对动画形式的课程更感兴趣，便可推送相关内容。与此同时，在虚拟学习社区，通过开展主题讨论，引导学生践行谦逊善良的品德，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。展望未来，我们可以将庄子列御寇的智慧融入教育科技的研发。智能教育机器人不仅能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，还能通过分析学生的互动模式、情绪变化，洞察他们的性格特点与道德倾向，从而为个性化教育提供更的依据。庄子列御寇的智慧跨越时空，在不同领域和场景持续展现独特价值。从现实的人际交往到前沿的教育科技，它都为我们提供着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。让我们持续汲取这些智慧，在时代浪潮中塑造更美好的自我，构建更和谐的社会，续写古老智慧的现代传奇。